嗨，各位好，我是 XOLI 部落的 Felix。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录的视频是我们的 Snake 打的这一场战斗以后呢，各种的天使永王的走歪，然后引发的我们部落建部落以来对 COC 各种兵种最全面的一次大评测。我们先看他这场战斗，下了女王永王，永王去跟了蛮王。当然这个很多玩家知道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天使为什么会跟过来？我觉得有很多细节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和 Snake 在微信里在游戏里讨论了很多，然后和我们的一些部落的其他的玩家也商量了很多这些类似的问题。于是呢，我就参照以前国内的一个网站上的一些评测，现在把更细的一些细节向大家来做一个展示。首先我们都知道一个地图里面可以摆建筑的位置，横向有44个格子，那么它的纵向呢也是同时是44个格子。这样的话能够摆建筑的总面积是1936个格子。知道这个问题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我们的评测。首先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女王的 AI 的问题。为了精确的定位，我用墙体做了一个定位点去确定下女王的位置。好，就是这个点。那么它将要面对的3个建筑，女王的最近距离两个是7格，一个是8格。我们把女王下到这个位置以后，看她会打什么。好，女王选择了去打这个防空。那么我们在另外一个测试里面呢，可以看到我在2个瓶子中间增加了一个采集器。那么现在是防空和圣水瓶距离女王是同样的，是8格。圣水采集器和储金罐距离女王也是一样的，是7格。我们又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女王选择了开墙。那么通过上述这个实验的证明呢，我们可以看到女王在面对3个以及3个以下的建筑时，她会优先选择距离她比较近的建筑去进行攻击。那么当女王面临4个和4个以上的建筑时呢，她会优先选择比较密集，也就是权重占比比较高的进行攻击。所以说在第2个实验里，女王选择了开墙。那么女王在打完第1个建筑之后呢，剩下的建筑的布局也以此类推，参照这个规则进行走位的。所以大家在选择女王走位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建筑的布局。好，现在我们来测试天使的视野范围。那么现在我在6点钟的位置的顶端呢下了一只天使。我们知道地图外围还有3个格子，那么我们来看天使的极限视野是在什么地方。好，我先从远处开始下蓝胖，天使没有动。为了方便我们把格子打上。又下了一只，天使还是没有动，还是没有动。好，下个皮卡，天使动了。那么通过我之后的回放呢，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是现在红色标注的这个点位的格子是让天使产生反应的一个格子。那么通过之后的测量，我们最终确定格子的实际数量是37格。那么天使的视野范围是非常大的，它是37格的半径。如果37格以内，不论是什么样的兵种出现，或者不论什么样的兵种正在受到伤害，那么天使都会去补的。但是如果在37格以外，那么天使是看不到的。如果你在下兵的时候，天使正在补的这个单位死掉了，你要在另外一处很远端下兵，如果超过37格了，你可能需要在中间浪费一些送死的兵，才能让天使走到你想要的位置上去。那天使作为 COC 里面唯一的一个可以为你的进攻单位补血量的这么一个兵种，它的 AI 设计还是蛮特殊的。首先第一个，它的视野范围非常宽，
第二个，它的特征是，如果盯紧了一个单位开始补它的话呢，基本上是不会转补其他单位了。当然我这个是用皮卡在测试。那么天使还有一个 AI 设定呢，是如果在天使的半径7格范围之内，有其他的这个兵种，它的数量总和大于天使正在补的这个兵种的数量总和，正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天使是会转补其他兵的。如果离开了7格的范围，天使是不会转补的，它会一直像现在这样盯着这只皮卡去补。即使其他的部队全部死光了，天使还是傻傻的继续去补它。好，现在我们来说永王的保护技能的 AI。首先，永王的光环，我们注意它光环的边缘。我在它光环以外的1个格子的位置下了一只皮卡。永王呢是可以保护到光环之外1个格子的范围的。那么光环之外的2个格子，它就保护不到了。再远就更保护不到了。那么不管是永王跟的女王，还是跟的任何一个兵种，那么它的光环呢，就是永王的攻击的范围。那么这个兵种呢，正在攻击的目标，一定是永王的光环边缘。我们尽量把一些复杂的过程简化，把结果呈现给大家，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主播说，当永王跟天女的时候呢，永王的光环就是女王的走位的方向。那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女王是有她自己的 AI 的，她不会根据永王的光环覆盖范围去找目标。永王呢，它是一旦锁定了要跟女王，那么它的光环边缘一定是女王的攻击对象，所以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那么这个 AI 的设定呢，自然也就解决了我们之前说 Snake 它的永王跟蛮王、天女天使去跟永王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现在蛮王呢是扛住了迫击炮和箭塔的伤害，天女呢女王并没有受到伤害。她在下永王的时候，刚好是永王多了1格，距离蛮王多了1格，那么永王自然会来保护蛮王。那么天使呢，在蛮王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女王也并没有受到伤害，所以说也是正好在7格范围，刚好在第7格。大家看到注意了。那么所以说天使也就过来保护蛮王。那么蛮王死掉以后，蛮王以及他的蛮王的小兵死掉以后呢，天使自然就会去跟永王了。那么也就分散了他自己的永王、蛮王、女王以及天使。所以大家理解了这个 AI 以后，去打部落战，在采取进攻策略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应该空多少个格子才来下你的天使永王。好，之后我为大家介绍一些轻边上的小技巧。那么首先是气球，像这么一个建筑呢，3个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还是用格子来规范它们，因为每个建筑是3×3的一个格子。它们3个要同时打掉的话呢，其实它们的共同的中心点是在蓝色框中的这个小红点中。如果用气球的话，你从其他位置去下，比如说现在这个位置，那么你只能打掉这个迫击炮。如果需要去同时打掉3个建筑的话呢，我们要去找气球如何能够找到这一点上去进行攻击。好，那么如果像这样子下气球的话呢，那这3个建筑会同时被打掉。好，那么相同的道理，我们来使用武神来看一看。如果武神从这个位置进攻，那么它也只能打掉2个建筑，所以然后第3个建筑是单独去砍的。好，现在呢我们下的位置不一样，去找这个中心点，武神是可以同时砍掉3个建筑的。那么只是它因为是离的距离不一样，所以说伤害的程度可能有一些不同。
那么另外呢，因为武神是在这个 COC 里面是设定太强了，你不管是下到什么位置，如果4个建筑并在一起的话呢，武神是只能砍掉2个的，它的 AI 就是这样设定的。2个砍掉其中1个以后呢，它会跑去砍另外3个，当然另外3个呢也是2个的去砍掉。这个就是武神的 AI。 另外大家要记住，像兵营这种比较特殊的建筑，草坪的占地范围是比较广的，草坪的范围并不是伤害范围，建筑实体的范围呢要比草坪的范围要小，所以像武神或者气球这种范围攻击，如果下到他们的当中的话呢，你伤害的只是草坪，并不能影响到建筑本身。好，我们做最后一个测试，就是炸弹人开墙的测试。那么炸弹人呢，首先优先的是选择离建筑物最近的墙体去进行攻击。那么一旦距离这个墙体超过10个格子，大家注意，我下了很多炸弹人，那么数格子数了以后呢，是超过10个，它就会默认开自己面前的墙体了。所以超过10个格子以后呢，炸弹人会开自己面前的墙体，大家这个问题一定要记住。然后另外呢，武神是和其他兵种是一样的，我们经过无数的测试，如果旁边墙体有空格的话，它会在15格以内绕过墙体，如果超过15格的话，它会直接去选择开墙。那通过这样的 AI 设定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就可以去针对墙体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下兵的具体点位了。好，我们现在利用我的一次打鱼的经历，那么这次打鱼呢是我在测试宝宝龙的一个效果，那么一边看一边总结之前的视频。首先介绍了女王的 AI 设定，在滑天女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女王的 AI 设定，然后去看建筑的布局，它是优先选择权重高的建筑去攻击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介绍了勇王的 AI， 勇王也是跟着更高权重的一个部队去走的。天使呢，它的视野范围非常广，同时在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呢，如果离天使有7格，天使在7格范围内会优先去考虑受到伤害多的这些单位。之后呢，我们又介绍了炸弹人和武神包括武神以外的一些兵种，在间隔墙体范围内10到15格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大家今后呢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尝试，根据不同的阵型呢选择针对性的进攻策略。好，现在我们呢一边说呢，就使用双王加上大气球，去基本上就打掉了一个阵的一半。通过测试，那么宝宝龙它的优点我感觉是在于，一个宝宝龙本身血量就比较高，二一个呢，你制造出来的数量会比雷龙也会比火龙会更多，所以说面对群体伤害的建筑或者单体伤害的建筑呢，其实它的抗性会更高一些。那么这样你到最后会存活下来更多的宝宝龙部队。我觉得宝宝龙呢，如果大家愿意尝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蝙蝠宝宝龙的打法和蝙蝠雷龙的根本区别呢，是蝙蝠雷龙只需要断边就好了，而蝙蝠宝宝龙呢，一定要为宝宝龙打出一条线路来。因为宝宝龙一旦分散的话，它的集中的这个数量的优势就不存在了。好，希望本期的视频对大家的 COC 的玩法呢有所帮助。我们本期所有的测试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在这里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感谢您在下方点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疑问，也欢迎您在下方提出来，我也会尽快向您做出解答。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新年之后再见，拜拜。